魏琛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他拿出来回了条信息，然后对蓝璇说：“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带你见一个人。在此之前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有一种情况会抓娃娃。”念温。店铺门口突然走进一个人，那人带着一身淡淡的沐浴液的清香，刚推门就忍不住喊道。魏琛挤步上前，将白兔子玩偶递过去，对那人说道：“魏哥，你这是？”他爸未婚生子，虽然是为了伟大的爱情，但说在明面上，总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情。为了他爸，也为了自己，父子两个很默契的在外都以兄弟互称，除非是两人独处，亦或是去江家见一家子亲人。巨人观不要好奇去百度，不洗个澡回来，你非被我熏死不可。不过这沐浴液的味道是太重了点，肯定是局里小姑娘买的。我上午洗完的澡，下午还有味道。那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抬头看向蓝璇，嘴角笑意盈盈，占尽风流。卧槽，我爸喜欢的是什么神仙哥哥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千言万语说不出一句赞美。蓝璇选择默默地拍一个彩虹马屁。没错，他见过魏婴的照片，是他爹的锁屏，不过不是一张单人照，而是一张由好多人组成的聚会合照，里面距离镜头最近的青年就是面前的魏哥。小姑娘的第二个反应变成了必须撮合他们俩，然后小姑娘一改之前的高冷，看着魏琛，主动道：“魏琛哥哥，这是你哥吗？”魏婴走近之后，清楚地看到了小姑娘，又看了一眼一脸平常笑容的魏琛，怪不得这小子发消息说让他下来吃饭，这时就把小姑娘骗到手了。不过，臭小子，敢让你姐叫你哥哥，回家锤不死你，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魏婴用力捏了捏儿子，魏琛就当没感觉到，这样仙女的小姑娘怎么能他姐姐呢？做妹妹好好保护才是。魏婴也不管，一边搂着兔子玩偶，一边抢先开口道：“是，我是他哥，你是他同学吧？叫蓝璇。听那小子提起过你，说你漂亮却孤僻，看着心疼，想认你做妹妹来着。我叫魏婴，你可以叫我魏哥。魏哥好。”小姑娘立马脆生生地叫了一句。魏婴看着面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，听到这一句，眼角发红，鼻头一酸，立马就要流下泪来。这是他的小姑娘啊！他还记得那时候的小姑娘刚刚出生没多久，裹在襁褓里只有一团，又软又小，抱在怀里如一只猫仔，睁开眼睛就笑，把琉璃瞳笑成一眼宝石，璀璨耀眼，将她贫瘠自卑的内心洒满阳光。魏婴用力的点点头，怕蓝璇看见自己失态，扭头拍拍自己儿子。魏琛抬头冲自家老爹点点头，他知道这一面最终却见得甚是短暂。小姑娘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和两人挥手告别。父子两人和小姑娘依依惜别，站在原地看小姑娘走远。魏婴才用力一拍自己儿子：“念温，你想去哪里吃？今天我们吃好些，火锅、烤鱼还是麻辣烫，自助餐也可以。”爸，其实是你又没做饭吧？魏琛毫不犹豫地接老底。臭小子，你爸带你吃好的，你还有意见？没得选了，我们还是那家店，前天去他们上了新品，剁椒芋奶蒸排骨不错。魏婴说着，带着儿子又去那家快餐店。魏琛耸耸肩，居然不和他说发生了什么？不会又加班了吧？不是说上午就弄完了吗？魏琛也不追问自家老爹，追上去，那哪是什么新品？上周就出了，我不去，我要去吃烤鱼。好吧，谁让我宠你呢？哎，真是慈父多半儿。那中午提早下班回家的魏婴到底遇见了什么呢？时间往前拨6个小时，电梯停在12层，蓝湛走出电梯，他刚搬来这里不久，买在高档商场上面，毗邻自己8层的办公室，主要是还为了方便女儿上学。他走出电梯，走到自己的屋门前，看了一眼门牌号1202，没错，便将手按在了指纹解锁键上。由于是防盗锁，解锁程序要按顺序启动2次，其中任意一次撞门都会打断程序开门，并且导回上锁，所以蓝湛站在门口耐心等候。楼道无人，开锁的声音很清楚。当防盗锁转开第1轮锁芯的同时，蓝湛突然感觉身后一道劲风袭来，他侧身闪躲，刀锋划过侧腰，西装被锋利的刀尖豁开。好在他是蓝家2公子，不是什么普通人，可以与之缠斗，拖延时间。
不过普通人就没有这档子破事了。蓝湛先冲自家房门踹了一脚，打断开锁程序，然后迅速拿公文包阻挡那人逼过来的攻势。可他也没什么防身利器，左挡右防实在不是什么好计策，一旦力气先耗尽，无异于刀俎之下的鱼肉。就在蓝二一边思索退路，一边格挡之际，面前的攻势突然一滞，然后就是刀柄掉落的声音，紧接着歹徒也趴倒在了他面前。蓝二放下手里被划得稀巴烂的公文包，抬头朝前面望去，是魏婴。本还以为是保安看监控发现不对劲赶过来了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人。魏婴没理他，正摸出手机拨号，喂，您好，我是市局法医魏婴，麻烦您接市局刑事。说完这句，魏婴等了一会儿，又道，万花城12层发生谋杀，无人员伤亡，歹徒已被制服，你们派人过来，怀疑和最近发生的一起命案有关。说完这几句，魏婴才挂断电话，看向一直直盯着他看的蓝湛，微笑道，蓝先生，我们真是有缘啊。你？蓝湛看着魏婴，迟疑地问道，我没有跟踪你，我家是1201，倒是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门口？魏婴说着，一边按指纹开门，说完就进了屋。蓝湛没敢跟着，这歹徒虽然被击昏了，但难保不会突然醒，他还是尽职的单膝压着歹徒肩背，一手擒拿歹徒的手。他看到了，犯人的脖颈上出现了2个防狼电击器的齿痕，刚才魏婴看情况不对，下了狠手，电击器释放的电击留下的痕迹在歹徒颈侧清晰可见。魏婴进屋拿出了一捆绳索，就地把人捆了，顺便还拿出了医用急救箱。蓝湛虽然身手不错，但手上和身上还是有些伤口，特别是第一次腰侧那处伤口，好在都是皮外伤，魏婴又是法医，帮他简单处理就好，缝针也没有问题。蓝湛解释道，我觉得也巧，我家在1202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，请多多关照。这真是幸运。这下子轮到魏婴挑眉毛了，哈，这叫什么？不过也好，时常可以看看女儿。现在魏琛与蓝璇的关系，说不定还能到家里吃饭。出警的速度在5分钟以内，不过歹徒都制服了，又是自己人在场，那边倒不需要这么赶了。上午河西才出的恶性命案，人还没撤回。魏婴看了一眼蓝湛，一笑，温潮也真是蠢，这么多年没回来，一回来也不知道低调点，打听打听，真当他家权势滔天。送上门的罪证，铁板钉钉，我看他怎么赖。说完，魏婴与蓝湛对视，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蓝先生，这次的案子你有把握推翻重审了吧？蓝湛颔首，其实这个案子没这档子事他也能打赢，挑断双脚脚筋的财物，能一路爬到窗口翻窗，从20楼自杀。不过温潮虽然是个惹人憎恶的富二代，但他总觉得魏婴对此人的仇恨极深，远超常人的嫉恶如仇。魏婴又骂了一句，小时偷针，大了偷金。说的还真没错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不让你温潮伏法，我就把依法治国倒着写。